我们正步入新移动时代，在数位化的交通脉动中，追求永续发展，也更融入城市生活。有这么一个地方哦，全家3代呢可以获得黄金居留卡，而且呢还可以享受呢免费的医疗，子女呢还能够呢有免费的公立教育哦。最重要的是不需要付任何移民间，第1年只要住满7天，之后的每2年呢只要住满14天即可。那这个国家呢，在去年的全球宜居计划指数呢是荣登榜首哦，而在全球和平的指数呢是排名第7。那到底这个国家是哪里呢？答案就是葡萄牙。那到底葡萄牙有什么魅力，让有那么多人想要移民到这里呢？让我们去了解一下。2023年的数据显示，居住在葡萄牙不具有国籍的合法居民有78万人。位于葡萄牙西北海岸的波尔图是该国第2大城市，也是移民热点之一。这里以波特酒闻名，近年获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纷纷落户此地。自从北欧收紧移民政策，寻求庇护的难民改变入欧的移动路线，葡萄牙成了广受欢迎的宜居终点。Hi, I'm Pierr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 hear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migrants in Portugal. Is that so? It's true,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years, there are new migrants from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normally we wouldn't have here. Let's go and find out more, shall we? Yeah. Okay, let's go. Yeah.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葡萄牙拥有独特的文化、建筑和自然遗产，对移民的包容开放程度十分高。当地的热心人士还会帮助新移民很好地融入社区。我们开车前往布拉加，那里住着13000名巴西移民。近年来，巴西移民剧增，在葡萄牙移民排行榜上居榜首。过去几年，葡萄牙吸引数以万计的巴西人，主要是两国有共同语言。再者，葡萄牙的低犯罪率、诱人的税收优惠和社会稳定也是原因之一。线人联系了一户全家移居这里6年的巴西籍家庭，准备拜访他们的新家。当时我刚生小孩才1个星期，因为他要继续念书，所以就先过来了。我是念人力资源科的。But why you come Portugal, not other place? 来葡萄牙，或许是言语通的关系，而且这里气候也很好。那你们来这边，你们觉得目前生活如何？然后有没有什么不习惯？葡萄牙是个能够让我们感到安心的地方。不像巴西那里比较不安全，加上还有很多在巴西没有办法得到的好处。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比较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不像巴西那里目前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让我们感到不安全。尤其我们还带着2个孩子。以现阶段来说，巴西是个让国民感到害怕、恐惧的国家。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政治问题和国家领导权问题所造成的。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在葡萄牙就可以拿到这个 visa 签证？我是以学生的身份过来的，在办理手续上没有多大问题，还可以把家人带回来。我在完成硕士学位后找到一份工作，就把学生签证换成工作准证。其实我太太已经有了葡萄牙的公民身份，所以我现在也在申请公民签证。
那些讲葡萄牙语的国家，好像巴西、非洲的一些国家，要申请公民签证会比较容易。要获得公民身份，需要居住在葡萄牙满5年后才可以提出申请。那像你们来到葡萄牙嘛，会不会有遇到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很难融入社区啊，还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歧视呢？我们有听说过关于歧视的事件，不过我们本身没有遇过，但不表示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觉得这里的人还蛮包容的，我们有不少葡萄牙的朋友。地缘的缺失会让人感到心理上的孤立无援，一边抱着力闯事业的决心，一边承受陌生环境带来的不适感。所幸葡萄牙的数代移民政策让 Luis 一家4口可以同时获得移民身份，轻松团聚。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蛮辛苦的。我是一个人来的，因为必须为家人的到来安排好一切。我要忙着找房子，又要读书，还要弄一堆的申请文件，忙到我昏头转向。我当时就想，要不要放弃，回去巴西好了。虽然我们有储蓄，但是考量到巴西货币可能会贬值，到时候我们就会面对贷款和财务方面的问题。我需要一份工作，需要收入，这也是所有移民面对的最大挑战，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人脉和资源。So you complete your studies, you found a job here and start working. How do you do? 我总是跟人家说，我的人生有2件事是我非常确定不会做的，就是在快餐店打工。还有，我不会在客服中心当接线生，但是我2样都做了。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他当初来到葡萄牙的时候，他说他最不想要做2份工作，就是去那个快餐店打工，然后一个就是像接电话的接线生，就他2个都做了。但他现在反而他的工作呢是跟这个接线生是有关，但是他是有运用到他读的那个内容，所以他现在是变成一个 trainer， 就类似可能是培训师这样子啊。我的情况不太一样，在巴西我有营养学的专业文凭，但是来到这里发现用不上，所以我去考取孩童教育文凭。那你们觉得啦，就是在这边生活水准如何？我们刚来的时候，物价没有那么高。自从疫情发生了之后，这里的物价跟其他地方一样都涨价了，不过还是可以勉强应付。主要还是房子的问题。目前对于住在葡萄牙的家庭来说，最大的开销就是跟房产有关，比如买房和租房子的开销。经济危机对欧洲国家是难题，而对想移民欧洲的人却是难得的机遇。葡萄牙楼房也受经济危机波及，房价有跌。Luis 趁势入住，以贷款购置这间曾空置5年的房子，买价是15万欧元，折合约21万6千新元。Do you like your life right now? Do you like it? Like this is what you expect? 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很理想的居住环境，四周围被大自然包围着，非常的宁静舒服，跟巴西的脏乱复杂的环境很不一样。那你们接下来的计划呢？比如说未来有没有说想要回去巴西？对一些移民来说，都会想要回去巴西，毕竟那里是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想留下来，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将来，所以移民是比较理想的做法。作为移民，你不只要接纳当地的文化习俗，同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刚才呢 ，Luis 有分享一个观念，是当你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不只是说要去融入当地的社会，可能要去尝试跟接受当地的一些习俗文化，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的根嘛，不能够忘本。所以像他的孩子，他们现在会唱葡萄牙的国歌，但是同时也是记得那个巴西的国歌这样子。对巴西人来说，葡萄牙代表着诱人的税收优惠和社会稳定，也意味着接受20%的统一收入所得税，可能还有退休后的免税退休金。
在安全方面，葡萄牙在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里排名第7，而巴西排名第132。线人透露，很多葡萄牙国民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跑到法国和德国工作。为了填补市场上的空缺，这里成了欧洲拥有最宽松移民政策的国家。当地的移民协会在捍卫巴西移民的权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We are with Alexandra Gomide. She is the president of a Brazilian association called Y. Why? Oh, nice to meet you. Hi. Why in Braga? Because it's where there's the biggest Brazilian community. Some people call it Bragil or even Bragazil. They help to integrate the Brazilian migrants in the Portuguese society. 那我知道你的机构是协助当地的巴西人嘛？那是有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呢？我们在布拉加的社区组织，主要是协助来自巴西的移民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同时也通过文化、运动、培训、专业咨询等各种方式来帮他们，确保他们受到尊重，捍卫他们的权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巴西人想要来葡萄牙？是什么原因？很多移民到这里的巴西人，他们主要是因为面对祖国的权政和暴力问题，希望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生活，加上语言无障碍以及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比较容易获得居留权。巴西人来到葡萄牙他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歧视？那你们有没有替他们争取什么样的权益呢？巴西人在葡萄牙普遍受到欢迎。巴西移民面对找房子还有孩子的学校问题，其实这跟当地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想说的是，部分葡萄牙人对巴西人有着既定的印象，比如说对女性存有偏见，或者是觉得巴西人做事懒散、不够严谨等等。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呢，还是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偏见跟歧视啊。在本地，就很多的葡萄牙人会觉得说，他们不够认真啊，然后可能思想过于外向奔放啊，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偏见啊。所以他们这个机构就是协助这些巴西人呢，如何融入这个葡萄牙的生活这样子。我们这里也出版巴西报纸和新闻通讯简报，加强社区的凝聚力。也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巴西移民和当地葡萄牙人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早在1986年，移民只要找到工作就给予居留权，随后通过定期特赦，有20万名无证工人获得合法身份。跟这位主席了解之后，其实他们除了就是扶持就是巴西人融入葡萄牙之外呢，有一些巴西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习惯跟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那个都是属于少数。那有一些愿意想要回国的，就是那些比如说本来就有一些经济困难找不到工作，加上那个兑换率呢落差蛮大的，所以待不下去了。有一些是可能他们是有一些资格的，所以他们对于工作要求有自己的想法，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适合他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都属于少数，多数来这边的巴西人呢，都是希望能够来这边落地生根的。葡萄牙一年4季阳光充沛，气候温和，生活成本较低，备受投资者青睐。只要你拿到葡萄牙居留卡，就可以在当地自由工作和经商，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福利和高品质公立教育福利。除了巴西，葡萄牙也是中国移居海外的热点。2021年，葡萄牙外国人和边境服务局数据显示，当地的中国移民人数有27839人，多数集中在首都里斯本和波尔图。波尔图的孔迪镇聚集上百家华人批发店铺，借助地缘和亲纽关系，带来了清甜和温州人。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在波尔图当地一个非常大的华人社区。这里呢有做很多进口贸易啊，比如说有衣服啊、鞋子之类。那我的线人就介绍我呢要去访问一位呢，他在本地呢是有开办一个华人的办事处，专门服务华人。我们去了解当地华人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不同的移民动机和移民家庭背景决定了不同类型移民。在当地社会的融入意愿，对于前来的经济移民而言，通过勤奋努力工作，实现经济资本的累积，是他们来欧洲的目标。在经历了代际更替，他们在葡萄牙社会的生存现状，后代的融入社会，有着怎样的变化，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有鉴于当地华人对外来者存有戒心，难以接近，主持人和摄制队扮游客，尝试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让服装店的老板打开金口。全部是国内的吗？全部？没有，这是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对，意大利，不是国内批过来的。主要做纯批发。对。这一代的华人多吗？其实，在葡萄牙很多，都是移民过来。对。他们有一些什么门槛？以前都是偷渡嘛。啊？怎么偷渡？跳船啊？没有啊。飞机啊？哦，就是旅游签。对。怎么找工作嘞？后来居留绑起来就可以了。你就是先用旅游的名义过来，然后再去找工作，然后再办工作签证。对。好办吗？其实很好办，很好办啊。他们有大社他就是无条件给你居留。你虽然是不是合法准证的，但是他还是给你。现在不知道哎。现在不知道。我已经办起来很多年了。你现在是公民吗？我就是长期居留。对。但你的护照还是中国。对。习惯吗？这边的生活？这里很好啊。这边的工资算高吗？还可以，平均800左右。欧元啊？欧元。在葡萄牙还算可以生活了。葡萄牙物价很低啊。很低。对啊。哦，那还行。像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就没办法。他们赚的也多。你是想要安居乐业，还算不错了。对啊。以后会打算回国吗？这个不知道了。那你有结婚生子了吗？有啊，小孩子18、17、14岁，3个。看不出来，你看起来很年轻。没有。你几岁？40多了。你很年轻啦，40多，很年轻啊。服装店附近有家小炒店，询问后得知老板来自浙江，态度温和，就趁势随机闲聊。那你怎么会想说要开一个餐馆啊？以前没人做这个早餐店之类的都没有，你就想自己来开？对。开多久了这里？开了7、8年了。有没有家人？有没有小孩？有2个，有个20几，有个10几，孩子还没有结婚。他们算是公民吗？还是说还是拿永久居留？不是永久的。他们是在中国出生，跟你一起过来？对。就拿永久居留权？没有永久的，只是3年的。老板，我发现这边浙江人蛮多的啊。大部分都是浙江。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浙江人想要来葡萄牙？都是侨乡嘛。你怎么会想说来葡萄牙？大家在中国日子啊，好像不好混啊，都出来。那你觉得在葡萄牙有没有稍微生活品质好一点？这里的气候很好，一年四季很凉快的。OK， 这边的工作环境呢？物价比较最低的，就跟其他欧洲国家比。对。接下来有打算要回国吗？还是就想在这儿定居啊？回国还是要回国的，定居现在还没考虑。比如说我的儿子他就喜欢在这里定居。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对。虽然华人移民的商业策略主要基于族裔资源，同时也反映出移民在融入葡萄牙经济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和面临的困难，这也是我们想要了解的。许多店家拒绝受访，我们让李腾走进一家鞋店，以买鞋为由，试图打破隔阂。那老板，你们这边哪一些鞋款是比较受欢迎的？比如说凉鞋、拖鞋之类的，这种鞋子最普通的，最基本款，最基本，让大家都喜欢。你们是直接批发，你们就顾客进来买可以吗？
我们不是木板零售的，就是批发的做批发的，让那些经销商来选购商店啊这些，这个全部都是你们自己的品牌吗？对。你来葡萄牙大概几年的时间？20几年了。20几年。做鞋子也做了20年了。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帮做鞋子工厂的，所以对这个行业呢比较了解。那为什么想选择葡萄牙？欧洲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国家，我们也经过意大利，也经过西班牙，它那边的这个气候条件没有这里好，不是那么热，也不那么冷，适合我们在这里生活。对南方人比较适应。对。比如说你要过来啊，那个签证方面啊，会不会容易拿？旅游签比较简单。如果说要居住在这边呢，是不是需要多拿一个什么居住签证？要有一个移民签证。这个移民签证的那个门槛会不会很高？疫情之前，它有一个黄金居留，你在当地这个葡萄牙购买这个房产或者购买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就可以给你一个黄金居留。所以只要你有能力投资，对，就直接给你一个黄金签证。对。在葡萄牙的华人圈现在人会多吗？这个族群？我们华人在这边大概4万左右。以你的观点，为什么中国的同胞们都喜欢移民过来？第一个是为了生计，第二步就是时间长了，你就会适应这里。这边有发展空间，是吧？对，这边就有赚钱的机会啊。如果来欧洲的话，首选是算葡萄牙吗？不是的，因为这个葡萄牙是一个偏僻的国家。他们不会选择这里。第一个，他会选择西班牙或者法国啊、德国啊。你怎么会选择葡萄牙？因为我选择葡萄牙的原因就是生活条件适合我们。你移民过来之前有来过吗？没有。那你是怎么就这样决定过来？我们是到了葡萄牙，然后去考察每个国家，去考察，然后再决定住在这边。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习惯？对我来说，我都习惯，都习惯。哇，那你适应能力很好。对，对我来说，我就是生活为主，赚钱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葡萄牙的整体的经济景气如何？葡萄牙的景气还可以的，比较稳定。谢谢陈老板，好，谢谢。事有凑巧，鞋店老板的儿子就是我们要采访的对象。他在这里开办旅游公司，和协助移民过来的华人办理各类文件。你本身来葡萄牙几年的时间？2002年过来的。你当时几岁？不到11岁，对。10多岁来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会想家？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嘛，在这边的话，其实老外也不是特别难相处，他们也是比较单纯的。OK。经过1、2年的接触的同一个班，大家都熟悉了。相比其他的欧洲国家，葡萄牙算是会欢迎这些外地移民吗？葡萄牙可能这边种族歧视比较轻一点吧，比较不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对，不像什么法国啊或者意大利这边的话，就是说还是比较友善的。物价也算相对 OK 吧？物价的话应该还算好，会比西班牙或者比法国或者甚至德国会便宜那么一点点吧。波尔图这个城市吧，对吧？作为欧洲最佳旅游城市，已经有连续2、3年了。葡萄牙啦，它的签证算容易拿，对吗？会有什么条件吗？第一点是需要一个工作意愿，需要给国家出示一个有收入证明吧。我们得向这个国家这个证明我们在葡萄牙期间是有收入，需要交这个社保。他们的百分比是要交多少钱？我们应该是按30%左右的比例来，要有一个公司接纳刚到的这位华人。你给这么多社保，相对的也是有些福利是吗？福利的话就是公立医院嘛，就是门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按这个最低的这个报销费用，就是很便宜的费用。是的，对。看完医生之后的去药店抓药，有这个医疗号的话比较便宜点的。对。教育呢有没有？教育的话有公立的学校，1到9年级的话是免费的。最多是1年200到300块钱的那个教材费用吧。有小孩子这边的话，那么每个月国家也是有给这个父母那个辅助金嘛。津贴之类的。不是给现金，而是说社保那边他会每个月补贴，比如说几十块钱。听起来这个福利还不错哦。还行吧。中国华人来到葡萄牙都是找什么工作居多？在30年前的话，应该是第一批和第2批来的时候，大多数的话主要还是劳工，慢慢的自己做老板开个小店，慢慢
的做了一些大型的一些那个零售店、自助餐馆。现在比较多的算是来这边当比如说经理啊，还是主管之类的吗？还是看个人能力吧。个人能力好的话，就是说可以当个店长啊，或者是当个经理这样子。个人能力如果不行的话呢，可以当个后厨啊，或者当个跑堂啊这样子。你觉得为什么中国华人会想要来葡萄牙？是觉得这边的发展空间比较大吗？葡萄牙这边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欧盟的一个入口吧。对，如果说我们先选择一些，比如说发展性比较高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或者说是瑞士啊，拿到这个绿卡的这个几率很小很小。哦，所以相对葡萄牙比较容易拿这个绿卡。那么拿到绿卡之后，你喜欢的话，那你留下来；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工资比较高一点的国家去那边找这个生路。哦，就很像说先拿一个入场券，欧盟入场券。因为我们这边呢，可能工资的话也就1000、1500左右，但是我们换到法国的话，那就可能3000、3500。就是说，可能喜欢葡萄牙就在这边定居啊。那有些可能比较有一些想法的，就会想要尝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确实，但是葡萄牙一年四季如春，这个天气的话是没得说的。华人移民第2代不仅复制或接替了上一代的生意，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家族生意当中，开拓不同领域的市场，成为葡萄牙和中国贸易往来的桥梁。他们在吸收主流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保留本族群的传统思维，涉足的行业由单一转向多元，改变适应策略，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当地推出的黄金移民政策，每年只需要在葡萄牙居住7天，即可拿到短期居留证。5年后可以选择申请永久居留或入籍。来自新西兰的 Chris Jones 就是以黄金签证来到葡萄牙，在这里经营房产投资和初创企业。我们约了 Jones 在波尔图一家酒庄见面，他跟酒庄经理很熟，经常到这儿喝酒聊天，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地波特酒精工酿造的工艺。Just curious, why port is so famous or rather important to Portugal? It's so famous because it's known for centuries. It's because of its quality. It's a sweet wine, right? It's a sweet wine because of the sugar of the grapes are very sweet. Okay. They are very aromatic. All right. When you smell, the perfume of port wine is very beautiful. Yeah, I can smell it right now. The wine is done in the Douro Valley. It is far from here. Traditionally, is where wine is aged. Oh. So the aging of port wine is done in here, in Gaia. Aging is here. Aging is in here, and also the bottling and the exportation for the different markets is from here. 波特酒的起源与英国有关。英法战争期间，对葡萄酒有需求的英国人找到葡萄牙杜罗河产酒地，当时没有玻璃瓶和软木塞，为了海上运输防止变质，他们在波尔图的修道院发现了一种在发酵过程中添加白兰地的葡萄酒，能够满足长时间航行的需要。波特酒的基础工艺就此应运而生。So I believe a lot of migrants will come to Portugal through this golden visa policy. 12,500. Those people who migrate, where are they from? Primarily China, Turkish, Iranian, American, British. Often it's people escaping persecution. So a lot of Hong Kongers have moved across. Turks have moved across. They want to get a second home, especially for their family, because once they get that Portuguese passport, they can bring their family across. Their family can go to European universities. It was an easy entry into Europe. What makes you want to come to Portugal besides the working opportunity?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e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Yeah. It's got a very interesting history. The way people live is very focused on the lifestyle factors. Oh, okay. You're saying that because of the cost of living, it's been increased by the arrivals of the foreigners? Yeah, very much so. I feel it a lot.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golden visa policy? Do you think it's affecting the locals? Yes, this policy has been affecting a lot Portuguese people. The prices of the houses, if you want to rent or to buy a house, the prices have increased a lot in the last years. 从2019年至今，葡萄牙居民房产价格指数
提高了30%，尤其是里斯本和波尔图，租赁价格不断攀升，平均租金跃升了37%。线人说，当地的工资和10年前一样，所以葡萄牙人无法跟来这里远程工作的外国人竞争，他们的工资是当地人的3倍。听后感觉蛮沮丧的。Portuguese pensioners can't compete with the foreigner pensioners, for example, other Europeans who come here to retire, because for them it's cheap for Portuguese people. Because there's a huge political issue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about the cost of living and the cost of house prices. The view that very wealthy people were coming and buying their way into the country didn't look good, and it became a political issue, so they ended up.据我了解哈，这个黄金政策呢已经停止了哈，可能也是因为有当地的居民去抗议啊。这本地跟外人呢，要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是相当不容易的。政府终止黄金签证，以解决葡萄牙面临的住房问题。不过，却鼓励新创公司到当地发展，同时提供更多共享空间，吸引更多数位游牧族群，以葡萄牙作为基地。当地在2022年10月推出的数位游牧签证，将数位游牧正式合法化，提供非欧盟公民和欧盟居民可以在葡萄牙生活和工作的1年签证。来自白俄罗斯的 Igor 持有数位游牧签证，只要每个月薪金是葡萄牙最低薪资705欧元的4倍，也就是折合约4000新元以上，就可以提出申请。他打算未来5年留在葡萄牙发展。What is your residential status right now in Portugal? I've got the residency permit, which means I can stay here for another year. Next step is if I decide to stay, I can have another residency for 3 years, and then I will have a chance to apply for citizenship. Oh, okay. 在葡萄牙，来自乌克兰的移民社群比俄罗斯来得大，而白俄罗斯算是规模较小的社群。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Portugal is, I guess, the safety and that I am away from war. Then the mix of languages that people speak here. There is really a lot of people who will help you with if you only speak English. And then culture. The last one comes climate. Many people discuss those tax benefits in Portugal, but and many people who live in Portugal are angry at people who come in and get those tax benefits. 以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谓的浪漫情怀，只是外界穿戴想象的滤镜，投射出美化不实的注解。跨国移民的家乡与异乡界限甚为模糊，居间带出的人生难题是双重的：一方面得面对家乡传统消散，另一方面则想积极快速受到新世界的接纳。二者之间往往撼动着移民者的各种认同，包括国籍的、族群的、文化的、生存模式与价值的认同。随着多国战事频繁，这里也成为逃离战乱、国家经济贫困者的避难天堂。当地的移民组织 Centro Sausalito 其中心主要透过介绍工作来协助一些贫苦的移民，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时期。这里也提供临时住所和膳食给新移民，也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职业培训，协助申请纳税和主办各种社交活动等等。Welcome. This is Centro São Cirilo. It's a community center that helps migrants and refugees. And it was built with this purpose, and it starts open the door in 2010. We have
three main services. Okay. One is the temporary shelter. Okay. For 80 people, they sleep here. Okay. And then we have the meal service. Meal service. People that has their homes, but they need to make the meal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All for free. All free, yeah. The third is families that came here once a week to pick up a basket food. We help 30 familie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get a job and To help them to get a job. Yeah. A legalization of the stay here. Yeah, the objective is to help them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对于新移民来说，物质的协助固然重要，也不能忽视精神上的支持。中心也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寻职协助。中心有12人的工作团队和80位义工。The volunteers help us to empowerment these users. They help to learn Portuguese, English. To teach the they teach. migrants. Okay. Yeah, we call empowerment activities because they help them to blend into the society. Yeah. 这里的中央厨房每天供应38份午餐和晚餐，给住在中心里的移民以及外来的移民一起分享。我们找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帅哥。You always come here for food? 是的，因为我不懂得煮饭，所以就跑来这里吃饭。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使用中心的一些设备，比如电脑。Why you decide to move away from your home? 家人都在这里，所以我想要来这里寻找新的生活。很多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人都过来讨生活。我大老远的过来，就是因为这里社会安定，生活质量高。对新移民来说，安定和平是最重要的。So are you working right now? 是的，我现在是在冰淇淋店工作。我喜欢吃冰淇淋，是我童年的梦想。So do you plan to stay here for long and for good? 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自己的视听公司。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 in Portugal?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经常上街拍照。我觉得当地人蛮和善的。But won't you miss home? 我当然很想念家人和朋友，所以我会寄钱回去帮忙那些有需要的人。Here we have the basket food. Oh, okay. We have 30 families. Okay. These are all donated by the people. Yeah. They came once a week to pick up but it's not complete. We complete in the afternoon. They came at the afternoon to pick up. Once a week. Once a week, yeah. 施与受凝聚美善，当地人的尊重与包容，从一件衣服、一颗善心，感受人间温暖。二手衣是环保，也是爱心的体现。Everyone needs to get clothes. Nowadays we have many clothes. So the volunteers categorize when, and if it was good, they put here. Okay. Boy and girl, man and woman. 看着叠满善心人士捐赠的衣物、外套和床褥，不难发现当地人没有一族归类，爱心散播无界限，任何人都能分享，只要向中心登记，就能在3个月内随意挑选30件衣服。基本上这边都分类哦，就是有义工们呢来做这些工作，哪些好的就留住，不好的就当然就不行了哈。其实我看到有蛮多人来哈，不只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有一位是那个怀了孕、蛮年轻孕妇来，只要你有需要，他们都会资助你。不过刚刚有提到了，一次3个月内只拿30件。Sophie 她本身是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是跟她的先生呢来到葡萄牙，他们的国家有一些战乱。他的先生是跟他前妻有一个孩子，然后孩子呢往生了，所以必须要赶回国，留他一个人在葡萄牙。他有特别跟我们提到说，不要去提到他的一些背景啊，他可能是怕说会影响到他在这边的居留权。我就是想要摆脱以往的生活，
想要重新开始，就通过一个在安哥拉的朋友知道有这个组织，所以我就过来请他们帮忙。我很感激他们愿意帮我。他们提供住宿、3餐、医药福利，还请老师教我葡萄牙语。那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打算这边常住吗？想要找工作吗？我喜欢这里，我想要在这里找工作，自力更生。你来葡萄牙吗？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语言吧，所以我目前还在努力学葡萄牙语。刚刚跟他聊的时候，看得出来他是有不安的，他很积极的在学葡萄牙语，想要说找一个清洁工的工作。他其实喜欢葡萄牙的原因，就是因为很没有战争，很和平、很安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能够安居乐业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奢求。This is a family room. Okay. We can have 2 adults and 2 kids. The family left 2 days ago. How long are they able to stay here? Is there a limit? It's 1 year, the limit. Oh. They have to learn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and then we help to get a job. 这个机构提供的一个住宿条件呢，基本上没有很差哈，就是床啊、衣柜啊，然后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有，然后食物有提供，最重要是全部免费哈。我觉得对那些外地移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少说他们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啊，这里他们提供很多协助哈。这位来自巴西的年轻女生，在朋友的游说下，只身前来葡萄牙，人生地不熟，就到中心寻求援助。希望尽快找到工作，能继续留下来。我想要继续念电影。目前我是在一家公司当实习生，希望他们之后可以把我转为全职员工。我先前跟家人的关系有点紧张，而且自己也感到很茫然，想要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转换心情。看看能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那你是一个人来，那你的家人不会担心你吗？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也非常的担心。不过现在慢慢平静下来，也知道为什么我会离开。你还在找工作吗？那你觉得你自己能够留下来的几率有多少？住在葡萄牙最难适应是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拿到这里的公民身份，当然也不排除会到其他国家看看。虽然我们讲一样的语言，但是要适应这里的环境也不是太容易。比如说气候，我就不太适应，还有文化习俗不一样。另外，也不容易结交到朋友。我还是会想家，不过跟家人保持距离还是好的，至少双方可以比较客观冷静地看待彼此间的问题。在跨国游移与离散路径中，对家的乡愁与亲人的思念，总是深深地刻画在生命里。有人适应得好，也有追寻着心头失落的缺角。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很多外地移民呢会选择来移民到葡萄牙，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那天气呢也相当不错啊。我觉得本地人呢，他们比较不会排斥外来人哦，不会有歧视的现象啊。再加上说这边的签证呢相对容易拿到，也没有太多严苛的条件。我们有访问一些个案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来到这边之后就决定呢定居在这边。我相信安全也是一个考量之一啦，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会觉得说，如果要移民到欧洲，葡萄牙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Já falta pouco, vão parar para pensar. Ai, que mundo louco, para mesmo a girar.